再次回到国公府老祖宗给我指婚的那一天，他像前世一样笑眯眯地问我：“你觉得我那孙儿如何？”前世我是个不入流的商户女，费尽手段嫁进了国公府。可婚后10年，裴战始终厌恶我，后来为了迎娶心上人，不惜让我服毒自尽。这一世我不嫁给他了，我要另走一条青云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慢慢扶了扶身子，谢老祖宗厚爱，小女福薄，配不上裴表哥。话音方落，裴战眼里的厌恶骤然变成惊愕。我知道，在裴战眼里，我是个不择手段，想高攀嫁入高门的女人。前世裴老夫人指婚后，我表面虽然镇静，内心实则狂喜。不枉我处心积虑几个月，费尽心思讨好这位老祖宗。可如今，我庆幸能重新选择。既然裴战厌恶我，我如他所愿，不再妄图高攀他。我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给裴老夫人磕了一个头。老祖宗，我已决心入宫伺候贵人。上一世裴老夫人指婚，裴战并不反对。可是后，我听到他和老祖宗的对话：此女是快功利，且工于算计，不是良配。老祖宗却摇头，虽出身差了点，但心思通达活络，手段玲珑，心性坚毅，堪作裴家主母。我如愿高嫁进了裴府，殚精竭虑地为他处理国公府内的大小内务，甚至烟杂之事。可面对的却是10年冷落，裴战不曾碰我。我想生儿育女，在国公府站稳脚跟，裴战嫌恶地躲开了我每一次试图亲密的举动。病死的那一天，裴战处理完公务才迟迟归来。那时我已经咽了气，我的魂魄飘荡着，看着与裴战站一处的俏丽女子。她瞪大双眸：死了啊，晦气，早知道就不和你来了。我后知后觉，原来她就是裴战的心上人，当今盛宠的长公主。我的葬礼办得极其简陋，裴战如同处理公务般把我埋了，面瘫的脸不曾出现过一丝情绪，魂魄慢慢消散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看看那个我觉得刁蛮至极的长公主到底有什么值得裴战喜欢。于是跟着长公主飘回了公主府。她养尊处优，驸马死后一直寡居，这个年纪仍有一股天真娇俏之感，果真与我身上的市侩算计不同。可直到我听到她和丫鬟抱怨：总算死了，终于不用看着心烦了，你这笨丫头找的毒药真的太慢了。幸好裴郎配合，不然以你这笨蛋脑子，也不会那么顺利把那个贱人送走。如同晴天霹雳，原来我的死亡是一场蓄意谋杀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裴战一勺勺亲自给我喂下的药是要命的毒药。那时还以为裴战被我打动了，那是他少有的温情的时候。我心意已决，裴老夫人并不强求，因为国公府自有国公府的体面。而裴战，他应当很开心，终于甩开了我，即便不能娶长公主，也可以挑一位顺眼的女子成亲。可告辞离开时，裴战却拦住了我。清俊的眉目凝起，一如前世般熟悉而又冷情。他声音发冷：你又在使什么欲拒还迎的手段？你如此贪慕虚荣的一个人，怎可能甘心入宫做伺候人的事？嫌恶的语气堵得我胸中闷痛，我攥紧手心，挺直了脊背，辩驳回去：难道裴大人认为做三公主的女先生是下等之事？又想起前世我全心全意为他，为整个国公府付出，却换来被毒死的下场。我歪头讽刺道：小女子认为，比起嫁给裴大人，整日困于后院处理国公府那些烟杂事，说不定到头来还落不到好。做三公主的女先生可以施展才智，有薪俸有册封，可荣耀多了。裴战脸色沉得吓人，冷嗤一声：不想嫁给我，却笼络下人，打听我的喜好，处处使计与我偶遇撞见，如此不知羞耻、不守女德的女人，也配为公主师？我闭了闭眼，这一世我不会再为了攀附她处处纠缠了。在抬眸时，声音已恢复平静：配不配，不劳裴大人费心。裴战轻笑：想当公主的女先生，需要参加女官考核，进行层层筛选。京城众多德才出众的贵女争相竞选，怎么也轮不到你这个无才无德的商户女。心像被刺了一下，裴战如果正眼看过我一眼，他就知道我并非他说的那般不堪。入京3个月，
我在百花宴作诗拔得了头筹，雅集上画画拍卖出了天价，连裴老夫人都称赞赏识我，只有裴战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我哗众取宠，为了引起他注意的手段。我笑了笑，确实是为了引起他注意，但今后不会了。按照前世记忆，还有3天就是放榜的日子，我的名次位于榜首。我不屑与他争辩，只知道接下来一步都不能走错，否则我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还会连累父亲和母亲。可转身离开前，裴战腰间那个鹅黄色的荷包还是刺痛了我的眼。前世我也曾给裴战绣过很多个荷包，可他从来没戴过，腰间佩戴的一直是长公主绣给他的这个，10年没变过，真挚重质。小姐，按宫里规格做好的屈居，您试一下是否合身？回到房间，我任由丫鬟为我换上庄重繁杂的单色屈居，心中微微舒了一口气，庆幸自己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。上一世的这个时候，我正欢欣雀跃地写信给爹娘，告知他们裴战将要娶我，我也满心欢喜地憧憬着和裴战的大婚。可若非被逼到绝境，我会如父母期许那般，嫁个门当户对、一心一意对我好的郎君。但事与愿违，及笄那年，我被高门纨绔看中，欲强纳我做小妾。此人残暴变态，被他折磨死的女子不计其数。爹娘吓破了胆，到处求人无果，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了血。我强自镇定，扯了8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国公府做了幌子。我与国公府世子裴战曾私自定情，3个月，若3个月裴世子不娶我，高公子想拿我如何，悉随尊便。京城天高皇帝远，我以为我的大放厥词，硬和裴战攀关系，不会被正主知道。而那高公子也信了几分，目光猥琐地盯着我。3个月后，若裴世子不收了你，我就命人把你剥光了，抬进我府里。我以给裴老夫人贺寿的名义进入国公府，和裴战打第一个照面，行礼时，我便察觉到了他眼里对我的厌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裴战身居高位，耳目遍地。高洁的裴公子被我泼了脏水，被污蔑与商户之女有染。他对我的厌恶，在我还没踏进国公府的那一天就开始了。小姐，穿好了。丫鬟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来，穿着繁重的屈居，按着学来的宫中礼仪，逐一练习。2个月前，正巧贵妃为3公主聘请女先生，不计出身，任人唯贤。只要是良家子，品行高洁，才华卓然，通过女官考核后便能胜任。那时裴战厌恶我，我也不自信裴老夫人能看中我，为了多一条活路，报名参加了考核。而放榜后马上就要进宫面见贵人，我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贱人敢去婚裴哥哥。一道娇蛮的声音响起，随即一个穿戴富贵雍容的少女闯了进来。她样貌极盛，裴战亲近地站在她身旁，一脸纵容。少女对我怒目而视，斥道：“你就是那贱民，见了我为何不跪？”我垂眸，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和长公主打照面，上一世每一次聚宴、雅集等各种场合撞见，她总会处处刁难我。我以为她只是天生娇蛮，没想到她竟是因为裴战才处处看我不顺眼，最后恶毒到将我毒死。我将眼里的恨意压下，才又抬头迎上长公主的视线，声音平静道：“不知这位小姐是？你和裴大人不打招呼，闯入我的院子，如此无礼，该和我道声不是。”长公主更怒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？”说着抬手就要扇我巴掌。长仪，住手！裴战出言阻止。长公主并未收势，我侧头躲过。抬头时看到裴战抓住了长公主的手腕。长公主气得跺脚：“裴哥哥，你要护着这件女人吗？她竟敢拒婚，害你脸面尽失，我不过替你教训她。你说过会永远站在我这边，护我一辈子的。”裴战眼里有一丝无奈，不可如此蛮横。说着才正眼看向我，眼里的温度尽失，还不跪下见过长公主。我攥紧拳头，知道此时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，缓缓跪下。见过长公主。啪！长公主还是气不过，出人意料的又扇了我一巴掌。我跪在地上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裴战无奈叹口气，责怪道：“
你方才出言无状，冒犯了长公主，她教训你理所应当。我抬头直视裴战，何为冒犯？所谓不知者不罪。知道是长公主突然驾临后，民女已下跪行礼。何况民女想问长公主，民女同裴大人之间的事，男女姻缘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长公主以什么立场教训民女？上一世这个时候，长公主已经嫁为人妇，她和裴战的私情是见不得光的。长公主果然面上一虚，色厉内荏道：“大胆！你！”裴战厉声斥责：“够了！我与长公主多年兄妹之情，岂容你泼脏？”我从未见过裴战如此愤怒，我知道这是被我戳穿后的欲盖弥彰。他和长公主两情相悦，可因裴家权势过大，圣上不可能同意他们的婚事。不知为何，思及此，我心中隐隐有一阵快意。长公主胸口起伏不定，而后似是终于捉到我的错处，神情得意，指着我尖声道：“你身上穿的可是宫中女官的屈居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仿制官服，可是要关押3年的。裴哥哥，让人押他坐牢。”我心中一凛，确实有这条律法。强自镇定下来，我朗声开口：“据我所知，根据我朝律例，仿制官服且用于坑蒙拐骗、谋取利益，才会获刑。民女只是为了他日面见贵人时不出差错，私下穿戴，并未获利或造成恶果，私以为并无大错。这事说白了可大可小，端看官员如何判。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”我心中有点忐忑，生怕裴战将我捉拿入狱。裴战沉默了一瞬，冷冷开口，牙尖嘴利，又盯着我身上的曲居：“你就这么自信能考上女官？”不知道他为何关心的是这个，但我松了一口气，知道他不会拿此事做文章为难我。能不能考上，放榜之日便知。裴战冷笑：“丑人多作怪，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女官你就别肖想了。”我跪着沉默不言。距离放榜还有2天，我内心平静，一件件收拾行囊。放榜那日，我也该从国公府离开了。张榜当天，我挤入人群，可不知为何，即便预知结果，我心里仍有些忐忑，恐有什么意外。那天裴战和长公主离开后，回来找过我，神情嘲讽：“你折腾着想考女官，不就是为了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已经同意娶你，你不必再搞这些花样。”我笑了，上一世我是想攀上他这根高枝，但现在我避之不及。同时我有些意外，他可是对我嫌恶至极的，不可能想娶我。我到了娶妻的年龄，需要一位妻子，老祖宗也很看重你。只是我心中有人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婚后不纠缠于我，安安分分做好裴夫人，我就娶你。裴战冷冷道：“原来他一直打的都是这个主意，所以才在婚后冷落了我10年，为长公主守身，让我一生无儿无女。”我冷声拒绝：“不了，比起嫁人倚仗别人，我更希望凭自身本事立足。”许是我态度冷硬，他裴世子都低下头和我求婚了，我竟没答应。他恼羞成怒，甩袖：“那你好自为之，落榜后不要灰头土脸回来求我。”第2天，我便听到了他要迎娶其他贵女的消息。想来不能娶长公主，娶谁他都是无所谓的。但现在他的事都和我无关了。我紧张地攥紧手心，一一看着榜单上的名字。我如今没有任何退路了，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可榜首并不是我，我落在了第2名。但3公主的女先生只会聘请1位。烈日之下，我浑身打着寒战，不敢相信命运为何如此同我开玩笑。怎么就和上一世不一样了呢？给那个姓高的当小妾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又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，他们为我担忧的白了头。惶惶之下，我隐隐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，说不定答应裴战嫁给他。只要我小心防备，也能保全首尾，没有孩子便没有孩子，过继一个也未尝不可。但没有后悔药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拿了银票向负责考学的小官打听落榜之事。小官收了银票，冷哼一声：“此次评卷公平公正，你本有机会在榜首。但裴大人说教导小公主处事一篇，你的答卷过于锐意进取，不懂藏锋，身为女子，当以柔克刚，以德报怨。”耳朵嗡嗡作响，浑身血液冲到头顶。
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裴战使办。我是算计过他，想利用过他摆脱嫁人做妾被虐死的下场，可到底对他并无伤害。他若不愿娶我，即便裴老夫人也不能逼迫。更何况他是知道我举步维艰的境地的，他这是要断了我的生路。两世的仇恨使我不管不顾，我敲响了京兆府门前的大鼓，即便告官要挨20大板，也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鼓声响起，围拢的百姓越来越多。裴战的小厮不知何时来的，他急急阻拦我，同我低声道：“姑娘何必如此刚强？大人说了，只要你肯去求他，他就会娶你，你也不必担忧遭受歹人迫害。”我让他滚，一边击鼓一边高声道：“民女状告尚书侍郎裴战徇私叛卷不公之罪。民告官，胜算本就不大，何况评卷一事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我想告赢裴战，难如登天，但我要赌，告赢了得一条闻名天下的青云路，输了进了牢里，或许还安全些。”厚重的板子打在我身上，我咬牙忍着剧痛。即便如此，冷汗还是冒了一身。裴战虽为被告，可官职加身，又得圣宠，京兆府尹不敢轻易得罪，战战兢兢地在旁边安排了一把椅子给他坐。裴战看着面前挨着板子却硬是一声不吭的少女，恍惚间他想起了上一世，他也是这般。明明后来他对他的态度已不如从前冷漠，他也曾试图缓解两人之间的隔阂，可他始终对他冷脸疏离，一句温声软语也不愿同他说。但凡他和他服个软，低个头，裴战苦笑，那就不是他了。板子一声声打在他身上，不知为何，裴战的心也跟着抽痛起来。可他处事向来公允，寻不到合理的由头，他也不好开口制止。不过给他个教训也好，省得他总是这般不知天高地厚。大胆民女，状告朝廷正四品官员，可有证据？我跪在地上，忍着剧痛，挺直背脊。证据自然是没有的，我总不能说我是重生的，判卷结果和上辈子不一样。非金自夸，民女自认财运不逊，不服判卷名次，且按律法，考官与考生若有故旧，当避嫌。民女曾拒婚裴大人，裴大人心有私怨，私以为裴大人因个人恩怨，故意让民女落榜。在场所有人一脸吃瓜的表情。大胆！你说你区商户之女，拒婚国公府世子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怕不是得了失心疯。是啊，谁会相信我一个出身低微的商户女会拒婚裴战？若不是前世的悲惨下场，我也一直以为能嫁进国公府是天大的气运。此时作为主角之一的裴战却垂下眼眸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他大概很气愤吧，被拒婚如此丢脸的事被我昭告天下。我等着他愤怒驳斥我，可他没有。他凝视着我，平静道：“他所言非虚，拒婚一事属实。”所有人都错愕了，包括我在内。这不像裴战。我对上他的目光，发现他眼里的青涩尽退，只剩一湾深不见底的寂静。我知道他也重生了。我现在的对手是活了2世，历经过风雨沉淀后的裴战，难度升级了呢。然我判卷并未徇私，无论天界之女还是凡间女子，复得为立身之本。贤淑乃传世之基，女子当秉人心，怀雅量，以善化度，以柔克刚，以德报怨。而沈小姐你刁钻刻薄，争强好斗，无德无行，因此不宜录用。裴战盯着我，这番话是在针对我。上一世我替他铲除掉国公府那些恃强凌弱的蛀虫，他却责怪我手段狠辣，失了人心。却不想，若不是我够狠，他又怎会家宅安宁，官路亨通？每次长公主故意刁难我时，我得体应对，他却为护心上人，不分是非，总让我忍气吞声，甚至让我屈辱地在长公主府跪了3天3夜赔礼道歉。可重活一世，这条命本就是捡来的，这一次我决定万事遵从自己的内心。我直视他。民女有不同见解，裴大人自认公允，不知敢不敢和民女轻谈一场。若民女赢了，还请裴大人还我名次。大胆，女官考核岂事儿戏，岂由你说改就改？然而裴战在京兆府尹惊掉下巴的神情下，淡声开口：
云。做了10年夫妻，我太清楚裴战的脾性，他自认清正，就算明明是因私人恩怨改了判卷，也要扯着公正的幌子，要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再者，女官考核本就不如科举规范，所以他应下了，但我不可能让他赢。其实这场清谈的核心，不过是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。男人们为了权势斗得勾心斗角，却总要求女子温婉贤淑，以夫为天，做他们的清秋大梦。但我当然不可能这么说，我站在清正的公堂上，引经据典，始终围绕着做人处事应当以直报怨。而天孽女儿更不应失了威严，一一将裴战的观点辩驳回去。11名主考官一一到场进行投票，5比5，还有最后一票。我看向坐在首端的清俊男子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。长公主的驸马赵云邪，据说这位驸马对长公主极为痴目宠爱，若长公主曾在他面前举语过我，我攥紧手心，担心赵云邪家私。赵云邪浅浅一笑，看着我，声音清悦：姑娘聪慧过人，兼具胆识，某投姑娘一票。说完，将手上竹户投到了写着我名字的签筒，看我的眼里满是赞赏。裴战面色一沉，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，对着赵云邪行了一礼，谢大人夸赞。可在我长长松一口气，以为终于打赢胜仗时，本宫认为沈氏女满口胡言，若当了三妹的女先生，必定教唆三妹仗势欺人，刁蛮无理。且她出身低贱商户，又不知廉耻勾引男人，这样的女人也配教导三妹？长公主气势昂扬地走了进来，恨恨地瞪了一眼赵云邪，然后轻蔑地看着我。本宫投裴大人一票。啊，这怎么？府尹大人认为本宫不能投票？本宫贵为公主，还是三妹的长姐，且本宫的母后更是天下女子典范。府尹大人，你说本宫能不能投这票？长公主这话虽是说给府尹，却是对着我，神情嚣张得意。能，当然能。既如此，凭票，那我宣布女官考核结果不变。府尹不想得罪长公主，服从地宣布了结果。他却不知，他轻而易举宣之于口的，对我来说却是灭顶之灾。我脸色煞白，脑中快速想着应对办法。同时，我在等那个人来。我组织好语言，正要开口为自己争取，一声轻笑。我不过想给女儿找个顺眼的女先生，搞这般大阵仗作甚？一个容貌极美、穿戴华贵的妇人在老嬷嬷的搀扶下，款款走了进来。我连忙跪下行礼，一众官员也齐刷刷地跟着行礼，就连高傲的长公主也不情不愿地低头喊了一声贵妃娘娘。她就是被圣上荣宠，能与皇后分庭抗礼的赵贵妃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看来银子没白花，消息还是成功传给了这位贵人。赵贵妃不理众人，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盈盈笑道：前几轮面谈考核时，我在屏风后便相中了你，谁知结果出来，你竟不是头筹，今儿又有如此热闹的场面，本宫怎么着也得来瞧上一瞧。本宫经圣上同意，三公主的女先生，本宫可以自个儿决定，本宫看你集合眼缘，就你了。我心中喜悦，面上维持镇静，当即真诚叩谢。长公主脸都黑了，急道：贵妃娘娘，这件人不配。贵妃凉凉打断她：常宜，那第2名和第3名都是你安插的人，本宫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但再有下次，别怪本宫不客气，你那些小手段瞒不过本宫。长公主脸一阵黑一阵白。贵妃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裴战一眼，还有裴大人临时更改判卷结果。若不是沈氏女说你被拒婚才恶意报复她，我还以为你和长公主兄妹情深，不顾公平公正，也要帮她在本宫的女儿身边安插人手呢。裴战的脸也青一阵白一阵，解释道：臣并非。可贵妃并没空理会他，交代了我一声隔日入宫面见，便扶着嬷嬷的手转身离开。穿着宫里发放的女官屈居进宫面见那天，也是我从国公府搬离的那天。回想起寄住在国公府的3个月，我处处掐尖，才艺、厨艺、绣工，争着展现，没想到最后得陪老夫人亲眼的，却是我待人处事时的刚毅果决。我很感激这位老祖宗不计出身对我的赏识，郑重拜别后，收拾好行囊，踏出了国公府的大门。不曾想，
裴战竟等在了门外，见到我挤不上前，讽刺道：“不愧是你，果真心机深沉，竟和贵妃搭上了线。”我冷笑：“裴大人既知我为人，何该离我远一点？否则哪天我算计到裴大人身上，裴大人可别怪我。”说完准备离开，他却拦住我，表情沉得吓人。我已派人到平江提亲。我猛地抬头：“你说什么？平江是我的家乡。”裴战盯着我：“你如此大费周章，非要考上女官，不就是因为上一世我嫌弃你的出身，处处看低你吗？现在你考上了，我三书六礼，后一聘娶，你满意了？”我气笑了，又想起上一世拜堂成亲时，他听到长公主买醉花楼，险遭歹人糟蹋，当即就要丢下我独自拜堂。若非裴老夫人押着草草完成了拜堂仪式，我恐怕就成了全京城笑话。可事后他却因此记恨于我，成亲当晚宿在公主府一夜未归。既然他提起了上一世，我也不介意和他撕破最后一层表面的平和。我唇角弯起，直视裴战：“你凭什么认为我还想嫁给你？难道裴大人不知上一世是你亲手给我喂下毒药，让我惨死的吗？”裴战瞳孔猛地震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亲手给我煎的药，是长公主安排的慢性毒药。”我默然道。想起上一世最后那几年，身体莫名病弱疼痛，我以为是劳累过度，而那时裴战对我的态度渐渐转变，所以他亲自给我熬药吃，我感动得无以复加，也不疑有他。死后，我看着裴战和长公主浓情蜜意，我痛恨自己，恨自己愚蠢至极。爱情里裹着的是致命的砒霜啊！我谨小慎微地算计着一切，唯独对裴战松懈了心防。不可能！裴战身体晃了一下，声音发颤。常宜他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他镇定下来，怕不是你吃醋善妒，故意诬赖他。我气急反笑，看着他和前世一样，无论何时何事，第一反应就是偏护他的心尖宠。陈年就是一件件涌上来，一股巨大的恨意袭淹没了我。我抬起手，用尽了浑身力气，狠狠地甩在了他的脸上。裴战身体一僵，我看着他脸上鲜红的巴掌印，莫名觉得痛快。裴战，前世种种，你信不信与我无关，但在我知道自己是被你和长公主害死的那一刻，我就发誓，若有来生，不复相见；若再见，必是仇人。我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恨意，盯着他，态度漠然决绝。裴战嘴唇颤了颤，眼里竟出现了一丝恐慌。他想要抓住我的袖子，似是想要抓住害怕失去的珍宝。青瓷，你听我说，就算真的是常宜下了毒，可我不知道那是毒药。我后退一步，冷冷打断他：那又如何？你害死我是无意，可我嫁你那10年，你处处冷待我。我出身低微，在国公府如履薄冰，我全心全意为你付出，可你却总是与别人站在一边指责我，什么事情都是我的不对。后来我看开了，不奢求你爱我怜我，只想生下嫡子，在国公府立足。可你呢？我一次次放下身段，扔掉自尊触碰你，你一次次嫌恶地躲开我。还有你的心上人，一次次欺负我，百花宴莫名扇我耳光，雅集上泼我茶水，你一次次袒护他。甚至那次明明是他推我落湖，可你却认为我要陷害他，让我一身狼狈，全身湿透，在长公主府跪了3天3夜。往事种种，数不清，道不尽。我闭了闭眼，压下胸中翻涌的不甘、仇恨，轻声道：裴战，你以为这样的你，我为什么还会嫁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宁可一个人上刀山下火海，也断不会嫁你。裴战整个人像是失了魂，见我要转身离开，扯住了我的袖子，哑声道：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……他急着想要解释，却又有口难言似的。我不想再和他纠缠，推开他，转身上了马车。半个时辰后，朱红的宫墙逐渐出现在视线中，心中的万般情绪已慢慢消散。看着眼前巍峨的宫墙，我常常吐出一口气。这一世，我不要情爱，要权势。见到三公主时，她正蹭蹭地爬上树，要去捡挂在枝头的那个纸鸢。工人急得满头是汗，一个劲地劝三公主不要爬树，可偏偏三公主小脸满是叛逆，置若罔闻。
工人见到我来，松了一口气，沈先生，您快劝劝三公主。我抬起头，挑挑眉，看着爬到树干半中的小姑娘，你也要同他们一样，不准我爬吗？三公主拧着眉毛，漆黑的眸子看着我，我笑着摇摇头。三公主只管去取纸鸢，我命人用网铺在下面，不怕摔伤。三公主做了个鬼脸，我才不会摔伤。我看着眼前扎起裙摆上树的小姑娘，心下感慨，这就是女帝小时候，果然与其他女娃不同。上一世得知自己是被害死后，我因为不甘，魂魄不愿往生，飘荡在陪战和长公主身边10年，看着他们恩爱甜蜜。后来乱世来临，皇帝驾崩，陪战终于实现心愿，迎娶了长公主。直到三公主领兵平定乱世，登上了皇位，对皇后一系进行清算。长公主死在了那场变革中，而陪战也随心上人自刎而去。我心中怨念才稍稍散去，而成为女皇的三公主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，依附男人得来的权力地位，不如自己用智慧和铁腕抓在自己手里的牢靠。见过贵妃娘娘、驸马爷。工人一一跪拜。我回过神来，看到了赵贵妃和她身旁的清俊男子赵云邪，原来他是贵妃的胞弟。我和他们一一行礼，担心贵妃觉得我纵容三公主爬树不妥，正要解释，贵妃摆摆手，笑道：“我小时候也这般爱爬树，我是平民百姓出身，家里头的院子也有一棵这么高的树。”神情充满了回忆。赵云邪笑：“阿姐若是想家了，不若请圣上让你回家省亲几日。”贵妃却摇了摇头，敛起神色，不再说什么。谁都知道一入宫门深似海。离开前，赵贵妃问我，知道我为什么选你，而不要那些贵女吗？不等我回答，她便告诉了我答案。因为我认为，被困在宅院的女子，见识哪比自小随父走南闯北、经商长大的姑娘广。当初我能从乡野村姑一路坐稳贵妃这个位置，我相信沈清慈，你也可以自有一片天地。我很是动容。如果前世我没有嫁给陪战，而是选择走这条路，该会有怎样的风景？和贵妃告辞后，离开时是和赵云邪一道。我发现他这人很有风趣，京城八卦、江南见闻，经他说起，都格外有趣。我忍不住莞尔一笑，直到他说我明日就要出发去金陵办差事，心中咯噔一下，忽地想起上一世轰动京城的大案，长公主的驸马，贵妃的胞弟，死在了出差去金陵的路上。据查是被马匪杀害。想到他帮了我一回，我忍不住提醒赵大人，听闻去往平江一路不太平，你一定要多带人手，多加小心。赵云邪一愣，然后笑着点点头，谢姑娘关心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几步开外，陪战脸色沉得骇人。他上前，隔在了我和赵云邪之间，满脸敌意地看着赵云邪，驸马，男女有别，还望驸马自矜。我冷笑，正要说什么，一个工人急急走了过来，裴大人，长公主落马摔伤了，您快去瞧瞧。裴战脸色一变，眼里尽是担心，抬脚就要离去。赵云邪轻笑，你这工人好不懂事，长公主受伤，本驸马就在这里，你不告知本驸马，却和裴大人说。裴战神情一僵，停住了脚步，僵硬道，既如此，还请驸马尽快回去看公主是否伤重。赵云邪别有意味的笑笑，和我道别后离开了。我也正要离去，裴战拦住了我的去路，紧紧盯着我。青瓷，你现在不愿嫁给我，不要紧，我会重新追求你，直到打动你的那一天。你家乡想要欺辱你的那个高姓子弟，其实我早已让人将他打废了，他再也不能作恶，你不必担忧。还有，前世我们有许多误会，我可以一一和你解释，或许听完你会原谅我。呵，迟来的补偿算什么？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误会，解释我也不想听。我弯起唇角，笑看着他。其实想让我原谅你很简单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裴战眼睛瞬间亮了，你说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杀了长公主给我报仇，我就原谅你。裴战一滞，艰涩开口，你已重活一世，何必还揪着上一世的事情不放？何况她贵为公主，你怎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？怎么，裴大人不愿意？既然裴大人舍不得心上人，就不要再来纠缠我。
我讽刺的笑笑，不再搭理他，转身就走。这仇还是我自己来报。回去后，我立即写了一封信寄给父母，让他们拒婚。这几个月，我每日入宫给三公主授课，却总能处处遇到裴战。他也不说话，只远远看着我。他这副样子，我还没生气，长公主却发怒了，时常来找我茬。可惜我和小小一只的三公主都不是吃素的。第一次，长公主想扇我巴掌，我躲开，三公主悄悄绊了长公主一脚，让她摔了个狗吃屎。第二次，长公主想推我落湖，三公主一脚把她踹下去。我和三公主在湖边看着长公主狼狈扑腾，两人默契大喊：不好啦，长公主长姐脚滑落水了。每一次长公主都吃了瘪，而裴战没有像从前一样一心偏护心上人，他忙着端水，试图解开我和长公主之间的矛盾。可惜他焦头烂额，长公主非但不领情，反而看我的眼神越发歹毒。我知道他准备要对我下死手了，而我也准备着如何还击他。可老天没给我这个机会，因为赵云邪回来了。我看到他完好无损的回京，松了一口气。他笑眼弯弯，幸得沈姑娘提醒，捡回一条命。作为答谢，我想请姑娘陪我看场戏。当晚，赵云携带着我和一众官兵踹开了一处民宅的大门，官府查案。可映入众人眼中的却是一对赤裸着纠缠在一起的男女。众人看清两人的容貌，大惊失色，竟是长公主和国公府世子裴大人。大家面面相觑，在看着带他们查案撞破这桩丑事的驸马，面露同情。长公主花容失色，裹紧床单，尖叫道：出去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惊慌之中看到赵云邪，更是大惊失色。你不是已经……而裴战面色潮红，慌乱之中见到我，脸色一时一变，急忙狼狈地披衣而起，向我走来，急着解释：青瓷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是公主她给我下了药。我默然退了出去。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又不是我的夫君。可到底内心畅快，在无人注意的时候，忍不住勾起嘴角笑了起来。裴战若是不愿，他有千百种方法防着长公主，这一切都是他纵容的。次日，长公主红杏出墙，与国公府世子有染的丑闻不胫而走，满京城传得沸沸扬扬。天子震怒，责罚长公主在宗人府面壁思过。驸马不忿，说责罚太轻，大闹和离。天子允，可长公主并不悔过。平头百姓都知道皇家之女不守妇德，民间舆论一日胜过一日。最终天子下令，让长公主落发为尼，禁足道观不得出。而裴战是此事受害者，裴老夫人拼尽全力也要保他。最终天子为了不碍眼，以追究他女官考核徇私舞弊为由，将他贬去了岭南。临走那日，他的小厮找上我，求求姑娘去送送大人吧。大人这些天茶不思饭不食的，整个人都行销鼓励了，唯有提到姑娘才有点反应。我沉默了一瞬，在小厮期待的眼神中开口：麻烦你给他带一句话，从此与君别，天涯陌路，不复相见。后来又过了几年，长公主耐不住寂寞，与一个长得很像裴战的樵夫睡在了一处，被人撞破，又是一个传扬民间的笑话。再后来，她终于不堪众人对她的诋毁之言，服毒自尽了。再后来，天下渐乱，我跟着三公主远赴边关保家卫国。听到裴战不堪瘴气，病死岭南时，我正骑在马上，看着三公主打下的城池。这将是她的时代，也是我实现抱负的时代。番外，裴战没想到常仪竟会给他下药，更没想到他买通了山贼杀害驸马。当年常仪被迫嫁给驸马，他泪如雨下的求他：裴哥哥，我一点也不想嫁给那个低贱村夫，可父皇为了缓和母后和贵妃的矛盾，让我去同那等下贱的人结秦晋之好，可我从小到大心悦的人是你啊。裴战小时候落水，常仪救过他一命，自那天起裴战就发誓要一辈子保护常仪公主。可这次皇命不可违，他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发誓以后加倍对他好。常仪成亲后，为了避嫌，裴战知道自己也该成亲了。可祖母挑来挑去，放着满京城的贵女不要，竟然看中了一个商户女。
裴战对此女着实无半分好感。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平江，恶霸想强占她，她的父母跪在地上磕破了头，而她挺直脊背站在那，如寒雪中的素兰，哪怕对方权势强大，她也没有低半分头。裴战第一次在平民中见到这样的女子，也不知道她的傲气有何倚仗。常仪也素来倨傲，但她是天界之女，一出生就凌驾于万人之上，而眼前的女子太脆弱了，谁都可以把她折断。裴战有心想救她一把，正要命人上前阻止，可谁知下一秒他就扯了自己的大旗，无中生有捏造了自己和她有私情。裴战又气又笑，此女性情狡猾，是有些极致，但自己平白无故被人污了清白，心里头自然也不痛快。所以在国公府见到她的第一眼，裴战很不爽，但他想，只要他和她道个歉，说明事情原委，他就原谅他，并且还会出手帮他一把。可他没有，他明明想接近自己，面上却表现得疏离和满不在乎，却又在私下悄悄打听他的喜好，处处设计与他撞见，百花宴、雅集处处掐尖，吸引他的注意。裴战自小在明争暗斗的国公府里长大，对那些勾心斗角的戏码深恶痛绝，他的心机被他一眼看破，于是对他的嫌恶又增添了几分。眼见着自己这里找不到突破口，于是他换了目标，开始故意冷淡他，疏远他，却处处讨好老祖宗。这些欲拒还迎、声东击西的套路让他嗤之以鼻，越发看他不顺眼。可当老祖宗给他俩指婚时，裴战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的那份欢喜压也压不住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他明明喜欢的是常仪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变心，大婚那天得知常仪受害，他想也没想就抛下她。那晚常仪喝醉了，他把她送回公主府，他缠着不让她走。后来酒醉意识不清醒，醒来时已不着寸缕地和常仪睡在一张床上。裴战大惊失色，他浑浑噩噩地穿衣逃离公主府，大骂自己混蛋，大婚之夜抛下新婚妻子和别的女子欢好。他满心愧疚，在想怎么和他开口解释，可他竟半点也不生气，只是看他的眼神一如既往的疏离冷淡。那一刻，裴战突然觉得他是不在乎他的，他嫁给他不过是因为国公府的权势，那他何必自作多情，热脸贴冷屁股。次日，他便收到了驸马被山贼杀害的消息，而常仪年纪轻轻守了寡，他对常仪愈发心疼。有了第一次，就很顺其自然的有了第二次，他和常仪保持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关系，长达好几年。期间，裴战动摇过，懊恼过，特别是在沈清慈为整个国公府殚精竭虑付出时。沈清慈别扭地触碰他想和他圆房时，他不是没想过和常仪一刀两断，可常仪却每次都哭得伤心欲绝，并发誓他若是敢碰沈清慈，让沈清慈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就上吊自杀。再到后来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他和沈清慈的关系已势同水火。看着他看自己俨然如陌生人一般，裴战内心不可控制地抽痛起来。后来他生病，而常仪也缠他不那么紧了，裴战开始试图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给他煎药、喂药，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。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，沈清慈也慢慢软化了对他的态度，而常仪那边也渐渐懂事了，甚至会关心青瓷的病情，有一些稀珍药材还是常仪帮着采买。若以后两人能和平共处，再好不过了。到时青瓷病好后，他一定满足他的心愿，让他给他生几个孩子。裴战满心期待地想着，可没想到一向要强的沈清慈竟败给了病魔。沈清慈死的那天，裴战不觉得伤痛，只觉得浑身麻痹。他像封闭了6时，麻木又机械地办完了他的葬礼。再后来，他娶了常仪，可他一点也不觉得开心。他时常梦中惊醒，再看身旁睡着的女子，不是青瓷，密密麻麻，后知后觉的疼痛开始紧裹着心脏。若是青瓷还在，该多好，裴战经常想起。第一次见到沈青瓷时，他狡猾又不屈地骗退恶霸，他后知后觉，原来那时他早已心动。如果能重来，如果能够重来，上天果然待他不薄。常仪被女帝清算，自缢身亡，他紧随其后。他想自己要快些上路，说不定还能在黄泉路上追上沈青瓷。
再睁眼重活一世，他又见到了沈清慈。他还来不及庆幸，查看记忆后发现沈清慈竟不缠着他了，而是拒了和他的婚约，要去做女官。这和上辈子完全不一样。而第二天就是女官考核放榜的日子，裴战竟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不愿和他再做夫妻吗？于是他惶恐之下动权改了女官考核的结果。他想逃离他，那他只好折了他的羽翼。裴战并不承认自己徇私，若沈清慈贤良淑德些，温婉可人些，他们上辈子也不会是那般结果。他要好好教育他如何成为合格的裴夫人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他没想到沈清慈竟然硬气到去告官。再后来，当他得知上辈子竟是自己亲手将沈清慈毒死时，如同一盆冰水浇得他浑身僵硬，难以置信，心痛悔恨。他怎敢承认，怎愿承认是自己害死了他？他宁愿被毒死的是自己。幸好重活一世，老天愿意给他弥补的机会。但他没想到沈清慈不愿再给他机会了。他感受到了他的决绝，他的每一次拒绝、漠然、疏离、嘲讽，如冰锥般刺进他的心。在岭南的那几年，他常常夜不能寐，半夜惊醒。他和青瓷怎就走到了这般末路的结局？再后来，他身体日渐虚弱，病死后，他不想往生，魂魄漂泊在沈清慈身旁，看着他辅佐三公主披荆斩棘登上帝位，看着他以女子之身在朝堂上舌战群儒，看着他迎娶了夫婿成家立业。裴战终于在痛心中恍悟，原来他从未懂过他。他的人生何该这般肆意洒脱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